heck did that come from? Это что за нахер такой? Это...该视频是拍摄于2021年的2月份，地点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人偶然发现自己家上空的一圈奇怪的黑烟。What in the world? What the heck did that come from? I don't know. What is it? What is that? Where did it come from? Yeah, it's like smoking.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团黑烟完全没有要散开的意思，而是在平稳地移动，直到过了很久，它才逐渐地退去。Don't even go there. 无独有偶，这样的现象还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过。这是在俄罗斯拍摄到的类似的黑烟现象。大家觉得这会是什么呢？这段视频看起来非常的真实。根据描述，视频是拍摄于莫斯科。这个人在拍摄月亮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巨大的月球背景上出现了3个小黑点，从左向右飞过，而紧随其后的还有更多的小黑点。这个人认为自己是拍摄到了 UFO， 而且惊讶于发现的数量如此之多。如果这些 UFO 真的是在飞越月球表面的话，那它们的飞行速度应该是非常的高速，而且体型巨大。个人认为，该视频也是真实拍摄的，并没有作假的痕迹。那大家觉得这些飞过去的东西会是什么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出自己的一些判断，恳请各位务必看到最后，谢谢支持。据说这是在瓜地马拉的蒂卡尔国家公园拍摄到的。这个公园里面有著名的古玛雅文化的遗迹，拍摄者是公园停车场的一名管理员。他说声音是来自于公园里面，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诡异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人发出来的声音，但是在夜晚已经闭馆的公园里面传来这样的声音，真的会让人毛骨悚然。这是一个婴儿监视器里面看到的画面。画面中，这个小宝宝的上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漂浮的物体。有人将它解释为是婴儿的灵魂，在小宝宝熟睡的时候会暂时的漂浮出来。但是个人认为，这可能只是凑巧跑到镜头前面的蜘蛛网或者头发丝之类的东西，随风在镜头前面晃动导致的。大家觉得呢？这个男的在路上遇到了一起灵异车祸。是什么将他撞飞的呢？这个女孩经常是在夜晚跑步，而这一次她遇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Selalu ramai. Nari kosong pula.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Accident apa? 一个男的突然就冲到了前面，但是一回头人就不见了。诡异的事情还在继续。Berhenti pasal. Siapa orang?
次出现的这个诡异的跑者啊，应该都是同一个人，似乎是有意要缠着这个女孩，像是跟踪狂。女孩被吓坏了，赶紧往家跑，但是她真的能够摆脱掉他吗？什么味道？可以看出来啊，这个视频是一个恐怖短片，但是据说这是重现的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恐怖事件。很多人都喜欢在夜里出门跑步，但是对于女孩来说，独自一人夜跑真的很不安全。在佛罗里达的这户人家的后院里面拍到了一只跑过去的动物，拍到他的房主说啊，这很像是一只恐龙宝宝。很多人觉得这很像是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小蓝，也有人觉得说啊，这只是一只拖着绳子的狗狗。这个视频很像是我之前讲过的那个小精灵多比的视频。视频中拍到的这个多比啊，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瘦削的小孩，但是他的走路方式又不太一样，非常的奇怪。该视频也是至今没有被破解。那这个恐龙宝宝又会是什么呢？把你们的看法留在评论区里。这是哥伦比亚的一家购物中心，监控中一个叫做 Freddy 的保安正在玩着手机，但是之后 Freddy 抬起头，并且比划着手，似乎在和谁在说话。Este celador es de la isla. Resulta y sale que un día antes se murió el que hacía aseo, era amiguísimo de él, pero él no sabía que se había muerto el señor del aseo. 此时 Freddy 的同事在监控室里面看到了诡异的一幕，他发现啊 Freddy 的对面并没有人，那 Freddy 是在和谁说话呢？ Terminó el de hablar con el espíritu y eso, el compañero se le acercó y le preguntó qué era lo que estaba haciendo y dijo que era que estaba hablando con su tanito y tal, y resulta y sale que acaban de informar que el señor se había muerto. 怀着好奇心，这个同事联系了 Freddy， 得到的答案是自己正在和一位老员工在聊天，他是一位清洁工，当时啊正在他的对面打扫卫生，但是接下去让 Freddy 汗毛直立的事情发生了。同事在手机里面和他说，这个清洁工在几天前就已经去世了。我们可以看到 Freddy 在得知此消息后惊恐的神情，他站起身四处张望，可能是在寻找刚才还在和自己说话的那个人。那 Freddy 遇到的究竟是什么？会不会就是这个清洁工在和他做最后的告别呢？这是发生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这个驾驶员正在开车运送一些燃料，忽然前方出现了几只大象在横穿马路。驾驶员远远地停下了车，等待象群的离开，但是他忽然注意到旁边树丛中窜出的一头公象，驾驶员紧急倒车，并且是敲击车门，试图吓退大象。这头公象啊，先是一愣，然后就退进了树丛。但是很快，他就发动起了攻击。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驾驶员当时惊恐的样子。
在攻击了10几秒钟之后，彻底是将引擎盖掀起后啊，大象才离开。Hi, this is Stephanie Miller. 这个女孩是一个房屋中介，她正在用手机给大家展示一栋在售的房子。Let's go check it out. Come on. The house is a 4-bedroom, 2-bath, and roughly 1,500 square feet. Over here, we have the living area and a dining room. And then behind me to my right, you'll see a small study, also used as an office area or maybe a children's playroom. Hello? Is there anybody here?有勇气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在开始最后一个视频之前，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回到这个 UFO 视频，这个人认为自己拍到的是 UFO， 当然，在查证到该物体真实的身份之前，确实可以称它为 UFO， 也就是不明飞行物，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物体都是黑色的。也就是说，它们仍然是处于地球的影子里，这和明亮的月球表面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说明啊，这些物体不可能是在月球表面上飞行。其次，从它们的飞行姿态上来看，不像是在主动飞行，而更像是在随风飘动。再加上当时的月亮高度不高，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些黑点应该是一些漂浮的氦气球、氢气球之类的，是气球在随风飘动的样子。然后刚好是飞到了月球背景里，被相机捕捉到。大家觉得这些小黑点像不像是漂浮的气球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诡异恐怖的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发到下面这个邮箱，我会将它做成节目。注意，如果是引用他人的视频，记得标注并且附上原视频的链接。OK， 欢迎留言、点赞、加关注，我是乔伊，下一次见。